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疗师小王。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中风病人选鞋的原则。中风病人在选鞋的时候呢，有4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哈。第一个是重量的部分哦，因为肢体的控制不容易嘛，所以鞋子的重量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哦。那第一个我们就是选择轻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哦，就是稳定度的问题哦，因为一样哦，肢体的控制不良哦，尤其是中风病人，他们很容易会有足部内翻的问题，容易导致会扭到脚啊，或者是行走的速度就变得不是这么的好哦，所以稳定度也是一个考量。第3个点哦，就是好不好穿的问题。那其实很多的中风病人，特别是在中前期这一段哦，其实鞋子都是由照顾者在穿的哦，所以选择鞋子的时候，到底容不容易穿也很重要，尽量不要去找那种绑鞋带的鞋子。绑鞋带其实只是折磨照顾者而已，当然对中风病人本身是没差哦，但是照顾者会非常的麻烦，穿个鞋子出门就要花了10几分钟哦，所以好不好穿也是一个重点。那第4个点就是说，因为很多中风病人他们其实会遭遇到所谓的垂足的问题，那通常都会使用所谓的 AFO 来去做固定嘛，可是 AFO 穿上去之后，就会变成对鞋子的尺寸就会有要求哦，所以很多人他买鞋子的时候变成因为要搭配 AFO， 所以他们就变成只好去买一只大一只小。那当然这样子是有些厂商是不愿意这样子卖鞋子啦，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困扰。可是呢，一大一小的鞋子，大的那一只脚，其实在行走方面呢，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好哦，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要考量的点。我们接下来就是针对市面上几种常见的鞋款一一的介绍。市面上常见的大概就这一些，那我们一路从最母汤的部分讲到相对比较适合的部分。首先我们先针对拖鞋的部分来说明拖鞋它当然是很轻啊，很好穿的可是呢，因为我们讲嘛，说中风病人其实很多都会有踝关节控制不好啊、垂足这些问题那因为拖鞋它其实后面这个部分它并没有做固定所以这些人他如果穿拖鞋的情况下走一走拖鞋就会往前飞。那或者是说他为了不要让鞋子滑掉他会变成把很多的注意力、专注力放在他的鞋子的部分，那进而就会去影响到他行走的专注度。所以这个拖鞋是绝对是最 NG 的。我们来讲一下这一种鞋子或者是说很常看到的那种功夫鞋款那这种功夫鞋当然它好处也是轻也是好穿，可是呢，因为他们的这个侧边的包覆基本上就是一块布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办法有效的提供脚的那个稳定度所以穿起来其实他们很容易会跌倒所以其实功夫鞋也不是很适合这一个族群穿的鞋子。凉鞋也是在复健科里面非常常看到的一种鞋款那凉鞋一样它虽然好穿它当然是很好穿，也很轻。然后呢，因为很多人他们穿 AFO， 所以他们凉鞋的前面它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尺寸的调整不至于去限制到 AFO 的穿着是没错。可是因为一样凉鞋其实它侧边的这个稳定性几乎是不提供的所以其实穿这种鞋子也不是很安全。接下来我们来讲那个运动鞋的部分那当然很多人他会重视到说我们要穿稳定度好一点的鞋子那他就会去买所谓的运动鞋。可其实运动鞋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就是说它这个鞋子本身设计还是拿来打篮球的呢，还是拿来慢跑的呢，还是休闲鞋，它其实设计都不同那举例来讲以这一款这种鞋子现在市面上很常看到。那其实这一种鞋子在中风病人穿着上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它的底很高，而且它是属于后高前低的设计，而且它的前后高大概会差到1公分到2公分的差别那这样子在穿着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导致你的重心会过度的前倾稳定度会不是这么的好。而且呢，因为它的底做得很高，所以你的重心被拉高了之后，你的稳定度其实也会受到挑战。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去注意一个就是鞋子的深度问题。我们看到鞋子虽然很高，但不表示它里面的深度是够的。那这个深度才会决定你的踝关节的稳定度它关键其实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去找一个就是深度比较够的鞋子，而不是高度比较高的鞋子。然后再来就是说一样它是绑鞋带的所以也会造成这个照顾者的困扰。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相对比较 OK 的鞋款那像这一款平底鞋它大概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它的底是平面，而且它不会很高
好，所以其实它的稳定度比较 OK。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一下后跟，选稍微硬一点的材质，它的侧边比较硬一点的材质，其实也都可以提供比较好的稳定度。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尽量去选择这种用魔鬼毡的形式。那魔鬼毡的这种鞋子，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穿的时候其实也方便，不用像绑鞋带那么麻烦。然后再来，如果你有穿那个 FO 的话，那其实 FO 很难穿的原因，就是因为绑鞋带的鞋子，它的鞋开口没办法打开。那这种魔鬼毡的话，你只要魔鬼毡解掉，其实它鞋开口可以开到很大。那这个情况下，其实你有穿各种的 FO， 它其实都会比较容易穿得进去。好，这是这种鞋子的好处。接下来再介绍一种就是市面上很常见的这一个品牌的鞋子。那这个品牌鞋子其实它整体的设计都很好啦，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的底它不会那么高，而且它前后相对高度比较一致。然后第二个它其实用的材料从后面或者是到整个侧边，它都是比较硬的，所以它可以提供比较好的稳定度。那还有一个这种鞋子它的鞋子的深度相对都是比较 OK 的，只是说以这个品牌鞋子来讲，唯一的缺点就是说它是用鞋带，那当然它本来设计就不是给中风患者使用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它的鞋身是这样的设计，又是搭配魔鬼毡的话，那这种鞋子就会非常适合中风病人使用。最后我们来介绍一款就是当然厂商也有去针对上面这几种鞋子去做一些改良设计的那以这一款鞋子来讲它的侧边有提供一个比较强的稳定度，然后再来呢，它主要都还是以魔鬼毡的使用所以在穿着方面会比较容易。然后再来呢，它其实它的鞋垫有做2层那2层的目的是因为如果说患者他有搭配使用 AFO 的话，那因为 AFO 的厚度关系会导致那一只脚会变得比较长。那使用 AFO 的那一只脚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把其中一个鞋垫拿掉，这样可以尽量让2只脚的长度是比较一致的。然后再来呢，因为它前面都是用魔鬼毡的关系，所以你其实不管穿任何形式的 AFO， 它大概都可以去使用，没什么太大的限制。如果太宽，那我们魔鬼毡就不要粘太深就可以。然后它的透气性或者是它的轻巧度也都 OK。那唯一要比较小心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买鞋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它这个底的设计。像我们看到以这一双来讲它的底还是稍微有点弧形那这个弧形的设计，它的好处是说，如果我今天是在一个连续行走的动态过程的话，这种弧形的设计可以有助于你的行走连续性。但是相对来说，你站立时候的稳定度可能就会觉得不是这么的好。所以会变成说，使用这种鞋子可能还是要看一下你的中风的病程。如果是在非常非常初期的话，你连站都还站不稳，你可能还是尽量选择完全平底的鞋子。那如果说你已经开始进到行走的训练了站立的稳定度也没那么差的情况下，其实选择有一点弧形的底，可以帮助你行走过程会觉得比较顺畅。好，那以上就是小王老师对于中风患者选鞋的原则，就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对于各种鞋款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我会尽量去回答。谢谢大家。